睡眠不足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就像缺乏食物跟水一样致命。但是很多人都不了解为什么睡眠如此重要。其实睡眠是许多动物会发生的周期性现象，它与我们的昼夜节律 circadian rhythm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我们该如何改善自己的睡眠品质呢？其实只要透过一些简单的生活方式改变，就能有效提升哦。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记得按赞、订阅及开启小铃铛。好了吗？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第一招，创造一个理想的睡眠温度。生活在亚热带台湾的我们，已经习惯平常室内温度动不动就25、6度以上的环境。你可能不知道，当我们准备入睡的时候，身体的核心温度和心跳都会开始慢慢降低。这其实是一种自然的体温调节行为。研究指出，凉爽的睡眠环境对于好的睡眠非常重要哦。理想的室内温度应该保持在18到24摄氏度之间，是不是比你想象中的要低一些？影响我们身体与睡眠有关的生理时钟，就是环境的光线变化。太阳下山后，周遭变暗，大约2个小时后，身体褪黑激素的分泌增加，可以提高我们的睡意。这时身体的代谢也开始变慢，我们的核心体温就跟着下降，大约是每天晚上10到11点左右。比较低温的环境可以让身体减少能量消耗，开始较长时间的休息和恢复，这是有利于进入睡眠的条件。尤其睡眠前期的慢波深度睡眠，大多发生在体温最低时，这是我们身体修复、大脑清除有害物质以及记忆巩固的重要时刻。而在睡眠的后期，快速动眼期比例增加，这个时候我们的体温从最低点开始回升，伴随着皮质醇升高，开始为后续的清醒做准备。因此房间太闷热，超过摄氏24度，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深度慢波睡眠受影响，无法让身体得到真正的睡眠修复效果。另一方面，如果环境过于寒冷，例如低于摄氏18度，我们的身体会加速运作，增加代谢来维持体温，或是周边血管收缩，呼吸变浅来降低失温。除了容易觉醒外，也会给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带来额外的压力。所以除了将房间温度设置在理想范围，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摄氏18到24度，让您舒服入睡外，在天气寒冷的冬天，还可以穿着袜子睡觉，让我们的身体在下半夜不会受到气温下降的影响。除了睡得安稳之外，对于隔天清晨体温回升的清醒也有帮助。第二招，找到适合自己的寝具用品和睡姿。有研究指出，选用合适的寝具可以改善睡眠品质，并减少疼痛，背痛减少高达 57.21%， 睡眠品质也提高了 60.73%， 这是不是非常惊人呢？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让我们在睡眠期间脊椎得到足够的放松休息，以及呼吸道能够顺畅呼吸。人类与大多数哺乳类动物一样，最常见的是侧睡，大约6-7成的人偏好侧睡。需要注意的是适当的枕头高度，维持颈椎的舒适度，同时也可以尝试在膝盖之间放一个枕头，保持脊椎的自然曲线。侧睡的人约有4成会采取提高膝盖蜷缩的睡姿，又叫做胚胎睡姿。这是一种舒服和自我保护的姿势，不过可能对于背部关节造成压力。侧睡以外就是仰睡了，大约占1成左右的人习惯仰睡，对于维持脊椎的自然曲线最有利，有助于减少背痛和颈部酸痛，不过可能会加重打鼾与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严重度哦。您可能不知道，根据统计，大约有6成以上的人其实是混合睡姿，也就是一夜之间改变不同的睡姿，可能高达10到30次哦。关于睡姿对于睡眠品质的影响，将来我们会再拍一支影片详细跟大家介绍哦。
第3招，避免太晚进食。在之前咳嗽3兄弟的影片中，我们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睡前习惯，睡觉前2-3个小时内避免进食，包括所有的食物哦，像是果汁、饼干、牛奶、水果等等，除了开水以外，统统不行。因为我们吃下的任何食物所引发的胃酸分泌，大概会持续2到3个小时。这些胃酸会在您睡觉时刺激胃壁与食道的黏膜神经，引发一种神经性的发炎与反射变化，由下至上影响到我们的咽喉与鼻腔组织，造成鼻黏膜肿胀、咽喉肌肉松弛、神经敏感性增加，最后不仅可能引发咳嗽，增加张口呼吸的可能性，甚至影响到睡眠时的呼吸顺畅程度，更不用说恶化睡眠品质了。所以您可能不觉得有胃酸涌上来，肠胃也没有不舒服，所以很容易忽略掉吃睡前吃东西的影响，尤其是太油或太辣的食物，这是过年期间最容易忽略掉的饮食习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第4招，缓解精神压力。我们都知道，长期的压力和焦虑会严重影响睡眠。当我们辗转反侧，不断思考某些问题时，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高度活跃状态，自然就会增加失眠的可能性。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管理这些压力呢？静观 （mindfulness） 又称为正念，是一种专注于当下经验，不做判断，并且友善接受自己感受的练习。透过静观练习，我们可以学会更好地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思想、感受和身体感觉，而不是试图改变或逃避它们，才能真正帮助我们放松心情，释放内心的压力。我们之前的影片中也提到了一项研究，经过8周的静观冥想练习，失眠症状得到了显著改善，睡眠品质也有持续的进步。另外，睡前回忆一天中值得感谢的事情，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抒压方法。有时候，我们的大脑过于专注那些会给我们带来压力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每天练习将注意力从这些压力源转移到那些令我们感激的事物上，将会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抒压方式。第5招，睡前洗澡或泡脚。是的，你没听错，洗澡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睡得更好。研究发现，在睡前1-2个小时内淋浴或足浴至少10分钟，可以提早入睡，增加睡眠效率，并改善整体的睡眠品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温浴效应 （warm space effect）。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跟我们的核心体温变化有关哦。洗热水澡时会增加血液循环，扩张血管，这有助于淋浴后的身体散热，进而降低核心体温，就会提高睡意。同样的，温水足浴也能借由改变身体末梢的温度，并提高副交感神经的活性，达到类似的效果。不仅可以放松、消除疲劳，同时还能帮助提升睡眠品质。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以上给您的睡眠小撇步，你记住了吗？如果你不好记起来，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 sleep 这个英文单字哦。S shower 睡前1-2个小时淋浴，让你的身体放松、散热降温。L low temperature 把房间的温度调低，适合入睡。E eat this 睡前不要再吃东西了。E emotion 舒缓情绪与精神压力，透过静观冥想或是回想值得感谢的事情都很有效。P position 最后就是睡姿了，找出自己最舒服的睡姿，让你安然进入梦乡。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一起变得更好。我是刘德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次见，拜拜。